大家好，今天是12月17号，比特币价格已经跌破了17000美金。那昨天跟大家讲的17300，短线上就算你有100美金的利润，也只能是短进短出，不可以恋战啊。因为最近利空确实是非常的多，不排除灰度是会爆雷。当然，昨天这一根下跌并不是灰度的问题啊，币安的储备报告有可能背后有故事啊。他的那个审计公司之前披露的审计报告。昨天是发现网址打不开，我原先是以为是不是在维护，昨天也没跟大家讲，但是最终昨天晚上已经是出消息了，这背后可能是有故事啊，等下来聊。当然，短线上现在是价格下来，我倒是感觉可以兴奋了。包括狗狗币现在下来的话，我早上也是兴奋了一点啊。之前是在这个位置有卖错过一个短线，所以现在价格下来，我感觉是有利差了。反正这个位置有可能还是会有支撑。那等下来跟大家聊吧，包括比特币短线，它如果再下去，在哪个位置你可以去兴奋啊？付款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币安 OK 返用20%，或者亲人的身份认证，币安转币安 OK 转 OK， 不用手续费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吧，就是也是讲了有一段时间，这个60MA 还压在头上，你不要再出什么。加息只有50个基点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是利好。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加息全部都是利空，你不要管它什么加几个基点，是不是加息有没有减缓。那下一次也是跟大家讲，2月2号的时候，不排除就是25个基点，这都是机构已经预期好的。你要看空间啊，它涨到高位的时候出这种消息就不是利好啊。你如果在这一根没追到，或者是突破的时候没追到，上面是不能追啊。那现在下来的话。也是没想到17300最终是破了。破的话，那我昨天也有跟大家一个预期，如果最近有哪一个公司爆雷的情况下，不排除比特币可能会再崩一次。崩一次主要就是它这上方压力非常的重，只测了2次啊。之前在20年3月份疫情爆发的时候，它是测了4到5次的压力才上去，所以压力如果是测不过去，那如果我是主力的话，我的观点就是昨天跟大家讲，有可能它是会再压回，但是在哪一次压回我不知道，有可能是不是短线就马上压，或者是在这个17300整理一段时间以后，是不是再压一次，也是不排除啊。那现在其实提前压回的话，我感觉应该是多方的主力主动在回撤，不一定会是真的要这样子崩下去啊。至于原因，那我们来看一下几则消息吧。就是这一个审计公司 Mesa， 他之前不是给币安披露的一份审计报告，是57万枚，里面是一个观点，101%的整个就是储备质押在那边。但是我昨天是不是有跟大家讲的，可能干净率只有88%啊。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你如果再去比对比特币整个钱包的排名，币安的话是在35万枚左右。昨天我计算是错哦。它有一个接近20万枚的一个缺口，我不知道要在哪里查。如果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再去回顾我昨天那个视频，可以评论区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那现在，就这个问题啊 ，Mesa 是停止了专门用于加密货币审计的这一个网站啊，所以这一则消息也是导致整个市场昨天崩盘的可能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是不是背后有故事，我也不知道。至于是什么故事，有可能是不是？他是感觉如果是币安真的出问题的话，会被追究责任，所以就把这个网站给关掉了。短期在这个位置，我们尽量先看一下吧。这一次其实上涨的高点已经跟大家讲了，日线级别有背离，那你就不要追，也是给大家逃过。或者是4个小时，前2天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4个小时在加息的时候是出了一个空方的吞噬，就是很明显的大量。有可能是有一些主力或者是多方的主力在低点买的筹码，它在短线上高位先出掉一部分，会再洗回来。那洗回来的话，现在其实整个矩形4个小时还是这样子来观察，上方有陷阱，那下方是不是又有陷阱？我们就观察什么时候会再回到这个矩形，就是16800里面啊。那至于短线上还有一些指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前几天是跟大家讲。你不要在这上方去追，而且是它 MACD 放了20几根啊，20几根就是一个极限的位置，有可能它会30根，但是我的观点是20几根或者10根我可能都要小心。所以20几根上来的高点，加上这个背离，你就不要再去追。那我们观察一下，这一次 MACD 指标是确定会是它吗？还是它如果是压回来，只是为了挖坑再洗一次？
那会不会上去？所以短线上我们这2天周末它是没量，你尽量就观察这个重心会不会再下去。防线我是观察这一个1616200附近，你可以观察一下就这个布林线，下轨我感觉是相对比较好的位置，不然你就去观察它会不会再压到16200。那至于 MACD， 刚刚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它如果在这个位置，时差也是不排除，时差那就最好，可能是在这个位置继续挣个一段时间，看会不会再翻上去。那如果它最强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要观察一下它会不会在这个位置走一个鸭子张嘴，然后再去挑战那个60 MA， 这是最理想的一个情况。那另外狗狗币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我今天早上是又兴奋了一点，因为之前是有卖错过一次短线一半的仓位，在这个附近啊，现在接回来，反正就拿一拿吧。有可能它整个中线目前还是在整理啊，就类似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的，它整个图形不排除跟20年当时底部起来的时候这个区间是很像，有一波拉升1倍的涨幅，后面洗回来，这边整理了一个区间，又挖了一个坑，这个坑的位置就是因为前面的这整个区间，包括这整个低位的区间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然后它昨天的价格现在已经是压回到就这个矩形的接近低点位置啊，所以我的观点是，现在空间是下来了，我们尽量在跌的时候去兴奋啊，不要在涨的时候，特别是上面有压力的时候去兴奋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定我们的 YouTube。